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MX Shu。这集我决定用自己的声音配音。前几集底下有不少留言，似乎误会影片中讲话的就是我。这个频道里的影片音轨有 AI 配音，有访谈，也有我自己原音录制的。对刚加入的观众来说，看得不飒飒也很正常。回到美国转眼快要1个月了，不过短短1个月，感觉台湾又发生了好多事情。大罢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丹纳斯台风造成的严重灾情，总统的团结时讲，还有越来越有感的汉光演习。我想起2年前回台湾的时候，跟一群朋友聚餐，讨论到会不会担心中共武力犯台。那时候大家都还能轻松地看待，且没有什么急迫感。反观这次回台湾，社会上的氛围似乎明显不同了，对于这一直以来的隐忧开始有了真实感。对了，这支影片我会加上英文字幕，让不讲中文的观众也有机会看见，希望大家帮忙分享。上个周末朋友邀约去他们家聚会，原本想说趁机做个政治排毒，但 guess what， 话题最后还是绕回政治，聊到川普的关税政策对工作上的影响，并且聊着那个大而美法案。因为刚从台湾回来不久，加上他们知道我会做政治类型的影片，我被问到台湾最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的回答很直觉地从执政党是民团发起的大罢免案讲起。事实上，民进党的党团总召已经多次公开表示，这场大罢免运动就是他发起的了。我也就不客气地讲讲客观事实。台湾国会总共113个席次，2024年这届选举，民进党只拿下51席，国民党52席，民众党8席，无党籍2席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跟民进党在蔡英文总统的8年执政期间不同，这一届执政的民进党在国会失去了多数席次的优势，很多他们执政后不想要通过的法案，因为在野党的合作被强行通过。迫不及待想扭转现状的驱使下，这场大罢免运动就被启动了。台湾的立法委员一届任期4年，现在不过才刚上任1年，选民们又被召唤出来投票。而且之所以叫做大罢免，是因为这是场针对在野党立委几乎无差别式的罢免。只要能够通过联署的门槛，该罢免案也就成立。截至目前，已经有31位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罢免案成立，连民众党的新竹市长罢免案也已成立。这样的比例让在场的美国、日本朋友惊呼连连。我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地想着 ，Yeah， 台湾 No.1。当然了，如果你看主流的传媒，这场运动似乎有它的逻辑道理。他告诉你，因为在野党联手提出的多项法案未经充分讨论快速通过，引发社会质疑程序正义，所以必须要罢免掉这些立委，才能还给台湾一个充满正义的国会。然而，当我们回顾以前小英时代，民进党在国会拥有多数席次的时候，不也是存在民进党未经充分讨论而快速通过法案的例子吗？当在双方没有共识的情况下，到底要花多久时间各自表述才叫做充分讨论？为什么不能够尊重这一票票选出来代表民意的结果呢？这次选输了就好好表现，下次选举再赢回来，不行吗？为了这场大罢免，撇开不说要烧掉多少人民的纳税钱，它所造成的群众对立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的。我曾经非常引以为傲，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句话，现在大家还认同吗？几天前席卷台湾的丹纳斯台风带来了不少的灾情，在主流传媒还忙着报道大罢免新闻的同时，灾区的画面反而是从自媒体与网络媒体中才慢慢浮现出来。无助的灾民，尤其是年长独居者，殷殷期盼着我们的政府能尽快给予救助，但我们的总统、灾区的市长与民意代表，此时此刻关心的议题，仿佛还留在大罢免的成败。与此同时，我也看到许多志工们四处奔走，提供物资，试图帮助灾民整理家园。尽管他们或许没有救灾的经验，
也没有专业救灾的工具与设备。他们的热忱与善良，让我觉得台湾最美的风景依旧是人。